你衣柜里那件白衬衫为什么放着放着就黄了？你明明洗得很干净，你明明晒得很透彻，你甚至还喷了衣物香氛，可3个月后打开衣柜，它就像被人偷偷泡进了姜黄水一样，领口黄、腋下黄、袖口黄，整件衣服散发出一种岁月静好，但我已经老了的凄凉感。你气得把它塞进洗衣机，加了双倍洗衣精，转了2个小时，拿出来一看，可是还是黄的。你不信邪，又手搓了半小时，搓到手指发皱，指甲泛白，拿起来对着光一照，抽台不但还是黄的，好像还更黄了一点。别急着怀疑人生，今天这支影片我们要从分子层面到厨房台面，从化学反应到干洗店老师傅的压箱底绝活，把白衣发黄这件事彻底给你讲透。而且我保证，看完之后你家厨房里就有至少3种东西能让你的陈年黄渍当场投降。但在动手之前，我们得先搞懂一个根本问题，那些黄渍到底是什么？第1章，看清黄渍的真面目。你以为洗掉了，其实它在长大。很多人以为衣服发黄是因为脏，错了，至少不完全对。你把衣服洗得再干净，它照样会黄。为什么？因为白衣发黄的元凶根本就不是普通的脏东西，而是一场发生在纤维深处的化学反应。让我们先从你的身体说起。人体每天会分泌大约1公升的汗液，而汗液里有一种叫做皮脂的油脂成分。皮脂的主要功能是保护皮肤，让你的皮肤不会干裂。听起来是个好东西，对吧？但问题是，当这些皮脂透过毛孔渗进衣服纤维以后，它们就开始了一场你完全看不见的慢动作灾难。皮脂的化学组成很复杂，里面含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这些脂肪酸有一个致命弱点之师，它们极容易被氧化。什么是氧化？你切开一颗苹果放在桌上，10分钟后它变成褐色，漆漆那就是氧化。你家铁栏杆上的铁锈漆漆那也是氧化。而当皮脂里的不饱和脂肪酸接触到空气中的氧分子，它们就会慢慢发生一种叫做脂质过氧化反应的过程。这个反应的速度极慢，慢到你根本感觉不到，但它就像一颗定时炸弹，日积月累的在你衣服纤维的每一根丝线里默默进行。最初反应的产物是无色的，过氧化脂质你看不见它，摸不着它，甚至闻不到它。可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过氧化脂质会进一步分解，生成一系列黄色到棕色的醛类化合物和酮类化合物。就是这些东西给你的白衬衫染上了那层挥之不去的黄色。所以你明白了吗？衣服发黄不是因为你没洗干净，而是因为残留在纤维里的皮脂正在被空气慢慢煮熟。你每次穿白衣服，等于在纤维里埋下一批炸弹零件，而氧气就是隐性。哪怕你当天就洗，普通洗衣精也未必能把所有皮脂洗尽其精，因为皮脂是油性的，它会钻进纤维的微观缝隙里，牢牢抓住不放。洗衣精的表面活性剂虽然号称能去油，但面对已经渗入纤维深处的皮脂，它的效率其实远没有广告说的那么神。更可怕的是，这个氧化过程一旦开始，就很难停止。就算你把衣服密封在真空袋里，只要之前已经有皮脂残留，反应照样会继续起，只是速度会慢一些。而如果你把白衣服放在阳光下暴晒，紫外线还会加速这个氧化反应，让黄质来得更快更猛。所以很多人说白衣服晒太阳会更白，这其实是个天大的误会。还短时间晒太阳确实能杀菌除味，但长时间暴晒只会让你的衣服黄得更快。好了，现在我们知道了敌人是谁，中氧化皮脂。那么问题来了，他们既然普通洗衣精搞不定，干洗店是怎么把那些黄得像老报纸一样的衣服洗白的？第2章，可证干洗店的秘密车，他们根本不是在洗。很多人对干洗有一个巨大的误解，以为干洗就是用某种高级的洗衣液把衣服洗得更干净，大错特错。干洗的干字意思是不用水，没错，干洗机里根本没有水，它用的是一种叫做四氯乙烯的有机溶剂，业内人士简称 PERS。 四氯乙烯是什么东西？它是一种无色透明的液体，闻起来有点像指甲油，去光水的味道。它最大的特点就是资金极强的溶脂能力，
记得我们刚才说的吗？白衣发黄的元凶是氧化皮脂，而皮脂本质上是油脂，水对油脂的溶解能力很有限，哪怕你加了洗衣精，也只是靠表面活性剂把油脂包裹起来带走，效率并不高。但四氯乙烯不一样，它对油脂的亲和力极强，能直接深入纤维内部，像吸尘器一样把那些顽固的氧化皮脂连根拔起。这就是为什么干洗店能处理那些你在家怎么洗都洗不掉的黄质餐巾，因为他们用的根本不是水基清洁系统，而是油基溶剂系统。两套系统对付油脂的效率差距可以达到10倍以上。但是等等，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如果干洗这么厉害，为什么有些衣服送去干洗也洗不白？这里就涉及到干洗店不会告诉你的第二个秘密刊布，去黄和洗净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干洗溶剂能溶解并带走氧化皮脂，但如果氧化反应已经进行到很深的程度，皮脂的分解产物羟基那些醛类和同类化合物羟基已经与棉纤维上的纤维素分子发生了化学键结合，那就不是溶解能解决的问题了。这时候你需要的不是溶剂，而是还原剂或氧化漂白剂。它们的作用不是把黄色物质洗掉，而是在分子层面上把黄色物质的化学结构打碎，让它变回无色。干洗店里真正厉害的师傅在处理顽固黄质时，会先用溶剂做第一轮清洁，去除表层油脂，然后再用一种特调的去渍剂针对性的处理发黄部位。这种去渍剂的核心成分通常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聊的那几个厨房神器之一的工业升级版。所以干洗店的秘密总结起来就是2句话：其洗第一，他们用有机溶剂代替水，大幅提高了去油效率；第二，他们针对不同程度的黄质会使用不同的化学手段分层处理。而更有趣的是，这些化学手段的核心原理你在家完全可以用厨房里的东西复刻出来。第3章城里水里加点，它曾从5大厨房神器逐一破解。好啦，重头戏来了，接下来我要一个一个告诉你，那些干洗店师傅私下都在用，但绝对不会主动告诉你的家用去黄神器。他们便宜到令人发指，效果却好到让你怀疑自己以前是不是活在平行宇宙。第一个神器，羟嗪小苏打。小苏打化学名叫碳酸氢钠，你可能觉得它只是拿来做蛋糕蓬松的东西，怎么可能去黄质？但事实上，小苏打在去渍界的地位大概相当于乔丹在篮球界质，它就是这么猛。小苏打的去黄原理并不复杂，首先它是弱碱性的， pH 值大约在 8.3 左右，这个弱碱性环境能够软化和分解油脂，尤其是那些已经部分氧化的皮脂残留物。其次，小苏打溶于水后会产生碳酸根离子，这些离子能与脂肪酸反应，生成可溶于水的脂肪酸钠根，也就是肥皂。没错，小苏打泡在油脂里，等于在原地现场制造肥皂，用新生的肥皂去溶解旧的油脂。这操作简直就是化学界的以毒攻毒。具体怎么用？非常简单，取大约50克小苏打，溶解在一盆40到50度的温水里，把发黄的白衣服整件泡进去。注意，水温很关键，它怕太冷则反应太慢，太热则可能损伤某些面料。泡8到12个小时，中间可以翻动几次，让小苏打水充分接触每一寸纤维。泡完之后正常清洗就行。如果是特别顽固的局部黄质，你可以用小苏打加少量水调成糊状，直接涂抹在黄质上，静置30分钟后再搓洗，你会发现效果惊人。看着那些你以为这辈子都洗不掉的黄质，在小苏打的碱性环境里，像冰块遇到热水一样慢慢融化消失。第二个，神器管排醋。等一下，小苏打是碱性的，白醋是酸性的，放在一起不是会中和吗？是的，所以千万不要把它们同时加进同一盆水里，起底那等于左手打右手，纯属浪费。白醋要单独用，或者和小苏打分步骤使用。白醋的主要成分是醋酸，浓度通常在 5% 左右。醋酸的去黄原理跟小苏打完全不同，可能它不是靠碱性分解油脂，而是靠酸性溶解钙质和矿物质沉积。你可能不知道，白衣发黄除了皮脂氧化以外，还有另一个隐藏元凶——仓虚水垢。
如果你所在的地区水质偏硬，自来水里含有大量的钙离子和镁离子，那么每次洗衣服的时候，这些矿物质离子就会和洗衣精里的表面活性剂结合，生成一种不溶于水的金属皂。这些金属皂会沉积在衣服纤维上，日积月累，形成一层灰白色到黄色的薄膜。它不是脏东西，但它会让白衣服看起来灰扑扑、黄兮兮的。白醋里的醋酸能轻松溶解这些钙镁沉积物。用法也很简单，来在最后一次漂洗的时候，往清水里加入大约100毫升白醋就行。醋酸会把纤维上的矿物质薄膜溶解掉，让衣服重新变得柔软透亮。而且醋酸还有一个附带好处，它是天然的柔顺剂，用白醋漂洗过的衣服摸起来会比用化学柔顺剂的更加柔软自然，而且不会有那种假滑的化学感。最佳的搭配策略是韩米先用小苏打浸泡过夜，处理油脂氧化层，第二天正常清洗，然后在最后一次漂洗时加入白醋处理矿物质沉积。2步下来，你会觉得那件衣服简直像穿越回了刚买的时候。第3个神器，加万柠檬汁加日晒。如果你觉得小苏打和白醋都太化学了，想要一个更天然的方案，那柠檬汁就是你的最佳选择。柠檬汁里含有大量的柠檬酸和维生素 C。 柠檬酸是一种天然有机酸，它对氧化型黄质有极佳的还原作用。什么意思呢？还记得我们说过黄质的本质是氧化产物吗？柠檬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逆转这个氧化过程，把已经变黄的醛类化合物还原回无色的前驱物。虽然这个还原效率不如工业级还原剂，但对于轻度到中度的黄质来说绝对够用了。更妙的是，柠檬酸在紫外线的照射下还原能力会大幅增强，所以用柠檬汁去黄的正确姿势是直起，先把柠檬汁稀释后涂抹在黄质部位，然后把衣服摊开放在太阳下晒1到2个小时。在紫外线的催化下，柠檬酸会像一个勤劳的分子工人，一个接一个的把黄色分子的化学键断开，让它们重新变回透明。我知道你会问他，你刚才不是说阳光会加速衣服发黄吗？怎么现在又让我晒太阳？好问题，区别在于看别单独晒太阳，紫外线确实会加速纤维里残留皮脂的氧化，但当你先涂上柠檬汁再晒柠檬酸，会抢先一步与那些氧化产物反应，反而把它们吃掉了。这就好比你在敌人的炸药上先浇了一桶水，再点火磕漆，火是点了，但炸药已经被泡废了。不过要注意，这个方法不适合所有面料，丝绸和羊毛等蛋白质纤维在酸性环境加紫外线下可能会受损，所以柠檬汁日晒法最适合纯棉和棉麻混纺面料。第4个，神器歌双氧水。好了，前面3个都算是温柔派，如果你的黄质已经到了10年陈酿的程度，那就需要请出真正的重量级选手，全双氧水，也叫过氧化氢。双氧水在去质界的地位大概相当于特种部队，它的分子式是 H2O2， 比水 H2O 多了一个氧原子，就是这个多出来的氧原子让它成为了一种强效的氧化性漂白剂。等等，你又要问了，他妈黄质本身不就是氧化造成的吗？用氧化剂去对付氧化产物，这不是火上浇油吗？听起来很矛盾，但化学的奇妙之处就在这里。低浓度的双氧水释放出的活性氧不会进一步氧化纤维素，而是会选择性的攻击那些已经变色的有机分子。它把这些黄色分子的共轭双键结构打断，它把共轭双键是让分子呈现颜色的关键结构，一旦被打断，分子就不再吸收可见光，于是在我们眼里它就变白了。这其实也是医院用双氧水消毒伤口的原理，它不分青红皂白的把所有有机物都氧化一遍，只不过在衣服上，我们利用低浓度和短时间来控制它的杀伤范围，让它只攻击黄质而不伤纤维。具体用法，9去药局买一瓶 3% 浓度的双氧水，就是一般消毒用的那种，按照双氧水含水1:1的比例混合，把发黄部位浸泡其中，浸泡时间根据黄质程度而定，轻度黄质泡30分钟即可，重度成年黄质可以泡2到4个小时，但不要超过6个小时，
否则可能损伤纤维。泡完后正常清洗晾干就行。有一个进阶技巧，从把双氧水和小苏打按照2:1的比例混合成糊状，涂在黄渍上，再盖上一层保鲜膜，防止蒸发，静置1到2个小时。这个组合的效果比单独使用任何一种都要强。少苏打负责分解表层油脂，双氧水负责击碎深层色素，双管齐下。很多干洗店的去渍剂核心成分其实就是这2样东西的工业级版本。第5个神器，清宫阿司匹林。最后一个也是最让人意想不到的 Total 阿司匹林。是的，就是那个你头痛吃的止痛药，它居然也能去黄质。阿司匹林的化学名叫乙烯水杨酸，当它溶解在水里后，会分解出水杨酸和醋酸。水杨酸是一种脂溶性有机酸，它能渗透进纤维深处，溶解那些被普通洗衣精忽略的皮脂残留。而醋酸稀漆，你看，这不就是白醋的成分吗？等于阿司匹林溶解后自动变成了一杯高级白醋。但阿司匹林真正的杀手锏在于水杨酸的另一个特性极值，它是一种温和的角质溶解剂。在护肤品里，水杨酸被用来溶解毛孔里的油脂和角质，而在衣服纤维里，它做的事情本质上完全一样，它溶解那些已经硬化板结在纤维里的氧化皮脂。普通洗衣精对这种板结型皮脂束手无策，但水杨酸能把它们从纤维的微观缝隙里一点一点地溶出来。用法很简单，取5到6片阿司匹林无糖衣的普通片剂，碾碎后溶解在一盆温水里，把发黄衣物泡进去，浸泡6到8个小时或者过夜。第2天拿出来正常清洗，你就会发现那些顽固的领口黄质和腋下黄质明显淡化了。连续处理2到3次，基本上能还原到8、9成新。第4章，常常不同面料的差异化策略。坑谈别搞错了，上面说的5种方法虽然都很有效，但并不是每一种都适合所有面料。搞错了的话，黄质没去成，衣服反而可能报废。所以这一章非常重要。先说纯棉面料，纯棉是最耐折腾的面料。上面5种方法你可以随便选，随便组合，基本不会出问题。纯棉纤维的化学稳定性很好，对酸、碱、氧化剂的耐受度都不错。唯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用双氧水，浓度不要超过 3%， 浸泡时间不要超过6小时摊梯，不然纤维素可能被过度氧化，导致面料变脆。再说化纤面料，比如聚酯纤维和尼龙。化纤面料的好消息是，它们不太容易吸附皮脂，所以发黄的程度通常比纯棉轻得多。坏消息是，化纤面料一旦发黄，往往不是皮脂氧化的问题，而是纤维本身的降解。彩凝紫外线和高温会让聚酯分子链断裂，产生黄色的降解产物。这种情况下，上面的5种方法效果会很有限，因为问题出在纤维本身，而不是附着物。最好的办法是预防柯级化纤，把衣服绝对不要暴晒，收纳时要避光。然后是丝绸，丝绸是蛋白质纤维，化学性质跟棉纤维完全不同。丝绸怕碱区，小苏打不能用，丝绸也怕强酸和强氧化剂，双氧水慎用，柠檬汁也要非常稀释才行。对于丝绸的黄质，最安全的方法是用白醋加冷水浸泡，或者用极稀的双氧水1%以下短时间处理，处理时间不超过15分钟。最后是羊毛，羊毛跟丝绸一样是蛋白质纤维，但它更娇气奇异，不仅怕碱、怕酸、怕氧化剂，它还怕机械摩擦和温度变化。羊毛白衣服发黄了怎么办？老实说，最好的办法就是送干洗店，让专业人士用四氯乙烯处理。如果你非要在家自己弄，可以试试用极少量的白醋加冷水浸泡，但千万不要搓，不要拧，不要用超过30度的水。第5章，他们预防才是王道敲墙，让黄质永远不要出现。与其等黄质出现了再想办法去除，不如从一开始就不让它出现。听起来像废话，但接下来这几个技巧，知道的人真的少之又少。第一，穿完立刻洗，这是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一条。我们说过，白衣发黄的核心是皮脂氧化，而氧化反应需要时间胎。如果你在穿完当天就把衣服洗了，大部分皮脂还没来得及氧化就被洗掉了，
根本不会变黄。最怕的就是穿完扔在脏衣篮里，放3天5天湿，这等于给皮脂充足的时间慢慢氧化，等你再洗的时候，黄渍已经在纤维深处生根了。第二，洗衣服时加一勺小苏打。没错，不是等黄了再泡，而是每次洗白衣服的时候，都在洗衣精里额外加一勺小苏打，这样可以提高洗涤液的碱性，增强去油脂能力，把那些残留在纤维里的皮脂更彻底的清除。长期坚持下来，你会发现白衣服的保白时间能延长好几倍。第三，最后一次漂洗加白醋。每次洗完白衣服，在最后一道漂洗水里加50到100毫升白醋，这不仅能去除水垢沉积，还能中和洗衣精残留的碱性物质。因为洗衣精残留本身也会让衣服慢慢变黄。第四，避光保存。收纳白衣服的时候，一定要放在避光的地方。紫外线是加速衣服发黄的头号帮凶，长期暴露在光线下，哪怕是室内的日光灯，都会让白衣服慢慢变黄。最好用深色的防尘袋罩住，或者放在不透光的衣柜深处。第五，不要用含有增白剂的洗衣精。这一条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可能市面上大部分标榜亮白的洗衣精，其实里面添加了一种叫做荧光增白剂的东西。这玩意的原理是吸收紫外线，然后发出蓝色荧光，让衣服在视觉上看起来更白，但它并没有真正去除黄渍，只是用视觉障眼法掩盖了黄色。更糟糕的是，荧光增白剂本身会在日晒后分解变黄，所以那些号称超强亮白的洗衣精，用久了反而会让衣服更黄。真正想保白，应该选择不含荧光增白剂的中性洗衣精，搭配我们说的小苏打和白醋来使用。第六，控制洗衣水温。很多人以为用热水洗衣服更干净吸剂，对一般污渍来说确实如此，但对于白衣服的保白来说，水温太高反而有害。高温会加速蛋白质类污渍，比如汗液中的蛋白质成分的变性凝固，让它们更牢固地粘附在纤维上。最佳的洗衣水温是30到40度理应，温暖到足以提高洗衣精的去污效率，但又不至于让蛋白质污渍凝固。第6章抠成那些年流传的偏方撒针，哪些有效，哪些是智商税。聊完了正经方法，我们来扒一扒网络上那些去黄偏方，看看他们到底靠不靠谱。第一个，用淘米水泡衣服。这个方法确实有一定效果，但原理跟很多人想的不一样。淘米水里有效的成分不是什么米的精华，而是淀粉颗粒和米糠里的弱碱性物质。淀粉颗粒在水中会起到物理研磨的作用，帮助擦除表层污渍，而弱碱性则跟小苏打的原理类似，能分解油脂。但问题是，淘米水的碱性非常弱，而且淀粉颗粒的研磨效果也很有限，所以它只能对付非常轻度的发黄。对于陈年黄渍，淘米水基本就是杯水车薪。结论，它吃聊胜于无，但别指望奇迹。第二个，用牙膏搓黄渍。这个方法在网上被吹得神乎其神，但它的效果同样有限。牙膏之所以能去除一些表面污渍，靠的是里面的研磨剂，通常是碳酸钙或二氧化硒微粒。这些微粒能物理性的磨掉纤维表面的污渍层，但对于已经渗入纤维内部的氧化皮脂，牙膏完全无能为力的急，它只能磨表面，进不了内部。所以用牙膏搓完以后，你可能觉得衣服白了一点，但那只是表面的障眼法，过不了多久黄色又会渗出来。结论，终治标不治本。第三个，用84消毒液漂白。84消毒液的有效成分是次氯酸钠，这是一种非常强效的氧化性漂白剂。用它来漂白确实能让衣服白得像雪一样弹肌，但代价极高。次氯酸钠的氧化性太强了，它不仅会攻击黄色素分子，还会大量攻击纤维素本身，导致纤维断裂。用84消毒液漂白过的衣服，摸起来会变得硬邦邦的，穿几次就开始起毛球，变薄，最后像纸一样一扯就破。而且次氯酸钠对有色衣物的杀伤力是毁灭级的，刺谋哪怕溅上一小滴，那块布料的颜色就永远回不来了。结论，正除非你打算把这件衣服当消耗品，用一次就扔，否则千万别用。第四个，用菠菜水煮衣服。
这个听起来最玄乎的偏方，反而有一定的科学根据。菠菜里含有大量草酸，草酸是一种强还原性有机酸，对铁锈、水垢和某些氧化型黄质有很好的溶解还原作用。用菠菜水煮白衣服，理论上确实能去除一部分因铁离子沉积或水垢造成的发黄，但问题是，其例第一，菠菜水里的草酸浓度太低，你得煮很多菠菜才能达到有效浓度。第二，煮衣服本身会让纤维受损。第三，菠菜水是绿色的，如果处理不当，你的白衣服可能不是变白了，而是变成淡绿色。结论，康城原理上可行，但操作门槛太高，不推荐。第7章开了终极总结，缠一张表搞定所有情况。好了，聊了这么多，我们来做一个终极总结。如果你的白衣服只是轻微发黄，穿了1-2个月那种，用小苏打温水浸泡1晚就能搞定。如果是中度发黄，放了半年到1年那种，建议先用小苏打浸泡过夜，再在最后漂洗时加白醋，双重处理。如果是重度发黄，存放了好几年那种老古董级别的陈年黄质，就要请出双氧水加小苏打的组合拳，齐齐调成糊状，涂在黄质上，盖保鲜膜静置2小时，然后正常清洗，必要时重复2到3次。如果是特殊面料，比如丝绸、羊毛，不要自己折腾，直接送干洗店，你的时间和这件衣服的价值都不值得你冒险。最后再强调一遍，可视预防永远比治疗重要。穿完当天就洗，每次洗衣加1勺小苏打，最后漂洗加白醋，避光收纳，不用荧光增白剂、洗衣精洗剂，做到这5点，你的白衣服可以白很久很久。有人可能会问，他为什么干洗店不把这些方法告诉消费者？答案很简单，哈雷，如果每个人都知道在家就能搞定黄质，那谁还去花几百块送干洗？这就像问理发师为什么不教你自己剪头发一样，那不是断自己财路吗？但今天这些秘密都告诉你了，下次再看到衣柜里那件泛黄的白衬衫，别急着扔掉，也别急着送干洗店，先打开你家厨房的柜子，看看科厨、小苏打、白醋、柠檬，这些不起眼的日常用品，说不定就能给你一个奇迹。毕竟人类和黄质的战争已经打了几千年了，而真正的武器从来都不在远方，就在你手边。